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。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莎娜老师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严老师；情感导师曲卫老师，欢迎曲老师；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欢迎小鹏老师。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和他都是学音乐的，起初我们相处得很好，但是遇到一些事以后，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冷血的人。我承认我花了很多心思在音乐上，可能有些地方疏忽他了，但是我也在用我的方式去爱他，我只是情感没有他那么丰富。我在生活中照顾他很全面，我以前是心甘情愿伺候他的，但是他觉得我的付出太理所应当了，一点不珍惜，我现在真的太累了。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小田，23岁，来自四川，小提琴老师；小慧，23岁，来自四川，钢琴老师。欢迎两位啊，是在艺考的过程当中认识的，是吧？对对。啊，你学多少年小提琴了？我学了有17年。你呢？我就读小学的时候开始学的，我也记不住到底是多少年了，没算。反正不容易啊。对，是的。这谈恋爱谈了多久啊？3年多了吧。今天来这儿是因为女生想结婚，男生不结而开始的，是吧？对。牵出了很多的冲突。谁来讲一讲？我来讲一下吧。啊。其实最开始的时候，我跟他在一块儿，感觉找到了知己一样，就天成一对啊！就是他喜欢的和我喜欢的简直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啊！我感觉就非常开心。结果呢，就最后跟他在一起已经3年多了。我发现他就是一个很冷血的人，根本就不顾及我的感受。就比如说，你看，他已经毕业1年多了，然后我就想着结婚嘛。现在我就像一个结婚狂一样，我不顾及我女生的自尊，不顾及我的矜持，我就说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？我们一起合租。我就想结婚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结婚？我说我不要什么彩礼都没关系啊。结婚这么神圣的一个事情，你可以说结就结吗？而且我们刚刚毕业，哪有那么多钱去结婚去养孩子呀？但是我就是想跟你结婚嘛。姑娘，你为什么那么着急结婚呢？主持人是我有私心的，我父母他们感情本来就不好，我从小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吵架啊。我都被他们带进很多次民政局了，就是我当时还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牵着我的手走进民政局，最后还是没有离婚嘛，可能也是顾及着我特别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我就是有一个这个执念。我跟我爸妈说过，我说我跟我男朋友感情很好，我们已经要结婚了，你能不能别吵架了，你们能不能别离婚？我都给他们说过这个话题了。你这个确实是个执念，因为逻辑是你结不结婚跟他们离不离婚是2件事儿。不是，当时我想的是，我可以给他说，我说我要结婚了。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是完整的一家人，那样的话爸妈就不会离婚呀。你是想用你们结婚这件事儿来把你父母拴住？对。那你结了婚，他们还可以再离啊。到时候肯定就有小宝宝了呗。就是假如说像我有孩子了，我把孩子拿给我妈他们带，所以在你的逻辑里面，婚姻实际上面是你拴住你父母的一个工具，是这意思吧？其实我也很喜欢他。他就觉得一个婚姻可以绑住另一个婚姻，但是我就觉得父母离不离婚其实跟咱们没有什么关系。对，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，他们感情就是不好，那为什么我们非得用所谓的亲情就是把他们去给捆住？这是没有必要的啊。后来呢？就他一直拒绝我呗，然后我父母今年就离婚了，就是他没跟我结婚，我爸妈就离婚的。要是他跟我结婚的话，我爸妈也不会离婚。这个罪过他背不起，也不该他背啊，这个锅。在一起都3年多了，我觉得也可以结婚的。他不愿意娶你，你不能逼着他娶你啊。主持人，我不是不愿意娶她，而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，因为我们刚刚毕业嘛。你要说经济上的事儿，人家姑娘说不在乎嘛。但是我在乎。主持人，我就觉得他特别冷血。离婚之后，我给我爸他们说过，我说你为啥要跟我妈离婚呢？你根本就没有问过我的同意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就背着我就离婚了。我简直都不想做你女儿了，我要跟你改姓，我不跟你姓，我要离家出走。我都说我要改姓了，然后我给他说我爸的这些事，他就反而还这样说那是大人们的事儿，你不用管，别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且你要改姓也可以啊，你还可以跟着我来姓。
我真的当时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，他这样根本就不安慰我。那本来就是呀，你改不改心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主持人你也知道，其实女生讲得清楚一下，不管我是对的还是我是错的，我就想找一个人一起给我说他怎么不对，我就想要这个样子。但是他不安慰我，反而还落井下石，说你跟着我姓也可以啊，别人的事情你不用管。我当时就真的很难过。还有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儿，就是我的话他不会听，别人的话那就听得很仔细。比如说他爱听谁的话呢？他一个学姐的嘛。是这样的，他其实他的专业还是挺好的嘛，他是学小提琴的，他在国内的知名乐团都演出过，小提琴大赛也获得过很多的奖项，他就想出国深造。但是我知道他有这个情况的时候，我就想把这个小火苗给扑灭掉。为啥呢？我觉得他如果出国了，就像一个风筝一样，我牵不住他了，就像我爸妈一样，我就想获得一个很好的感情就行了。所以你是怎么扑灭这个火苗的呢？我就给他说，你跟我一起上班吧，我是教钢琴的嘛，我说你也可以教小提琴。他怎么都不愿意了，那行，你不愿意也就算了。结果呢，他有了一份新的工作，就是培训学校的小提琴老师，是一个他学姐让他去他就去，我说了很多次就不听，别人一说他就去。这个不是说学姐让我去我就去，而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学姐帮了我很多的忙，我非常的感激她，所以我就是想借此机会，就是相当于报答一下她。你想怎么报答她？你要不要以身相许呢？我没话说。我问你个问题吧，你怎么没去留学啊？我没有放弃，我还是会去的，因为就是在这个学姐她的这个机构里，我是做兼职，时间相对自由一点，我可以花我自己的业余时间，然后去进修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但是他们的那个培训机构就很死，还有就是环境我特别也不喜欢。就是你其实还是打算去深造是吧？对。那你为啥我说让你去你就不去？别人人家刚才他说你没听见吗？你那个机构他不喜欢，那个机构是兼职，他还可以再去练琴，再去学习提升自己。都是兼职啊，小提琴的学生不多，都是兼职。反正我就感觉他就是喜欢学姐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为什么在一块儿呢？就是大一的时候，他需要一个钢琴伴奏，就钢伴嘛，一起合作。然后呢，我们当时就每天的联系，每天排练，就很好的，就自然而然的感情到了，我们就在一块儿了。但是呢，他跟这个学姐一起上班了之后，他有什么活动，有什么需要钢伴的，他就直接找那个学姐的，都不会找我了。那是因为学姐的水平要比你高一点啊。我觉得他还没有弹得好呢。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演出都是面向社会的，那我肯定需要更专业、水平更高的一个伙伴啊。我们的那个感情模式就是排练，然后慢慢有感情。他跟那个学姐就已经是很像了，而且他还给他的备注就是什么小舒曼，舒曼就一个钢琴家嘛，他就这样给他备注，给我的备注就是我的名字，很有危机感。是这个样子的，因为我们学音乐，他这个名字吧，并不是说他有多亲密。就比如说您就弹钢琴弹得很好，您擅长弹肖邦，那我就可以叫您小肖邦。我拉小提琴，我拉巴赫拉得很好，那我就希望大家叫我小巴赫。这是一个昵称，并不是说特别亲密。你跟学姐没什么吧？真的没什么。你喜欢那个学姐吗？不喜欢。但是那个学姐的琴确实比她好，是吧？对。行，这个疑惑咱们就算解除了。还有什么觉得她冷血的？就其实我就像一个工具人一样，就是我就是一块砖，他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去往哪里搬。平时在家里面做饭，就是我在做，我不在家。他不会进厨房一步的，他一进去他的浑身就是油腻感，他其实不喜欢这个样子。那是因为我怕油啊，我有洁癖，我特别怕油，就是哪怕身上沾一点油我就特别的怕。我不在家的时候呢，他不进厨房，他肯定就饿了呗，饿了就给我说帮我点个外卖，他不会自己点外卖，他是不会这个软件。我确实不会用外卖软件。我就够笨的了，但是外卖软件我会用，我已经认为我是最底层的了。你比我还底层哈，这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过后就很依赖他嘛，然后这些东西都没有学过，点外卖这些也好，还是买快递的那些东西，全部都是他来解决的。其实我跟他在一块儿，其实我父母的那些感情嘛，我就其实很想控制他，就像我像一个风筝一样，我就要捏住他，他缺了什么我可以帮他做，伺候他我都可以。你这叫废了他的武功嘛？对，就像他离不开我嘛。对，那你自己在这儿较什么劲？说你就是个工具人，你愿意的呀？其实我前面是愿意的，就是小舒曼出来了，我就不愿意了。他其实还有一个癖好，就是像一个怪人一样，就每天晚上就会练琴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感觉
就是灵感来了，我要拉一段。饿了呗，饿了怎么办？就到我的那个房间里给我说，我饿了，给我弄饭吃。真的没有这么夸张，只有就很小概率的事情。然后，而且我就算去找他，我也是就比如说哄他，求他帮我做饭，包括就到了晚上我练琴，这是因为确实是我的一个癖好，感觉到了我就得练琴。那你晚上练琴制造了很多的噪音，就是很多邻居肯定是会来投诉的呗。对。你猜他怎么着？他不去管，他把我推出去，快去帮我处理一下，邻居来了。那因为我不会吵架呀，你擅长吵架呀。我可不行，我都是被你练出来的，我不行的。这是一特别好的经纪人。对，我就像他的经纪人一样。行，理解了。其实我对他的好啊，他当作无所谓。我稍微有一点不好，他就盯着这一点无限放大，然后我就一直揪着不放。我们都是高中嘛，就是一起培训学校出来的。他考了本科，我考了专科。他一直就觉得我的专科学的知识也少，然后就反正专业能力也不行，就像刚才嫌弃我说什么这些的，他就想让我去考一个专升本嘛。我也没有说就很嫌弃他，我想让他去学，只是说希望他的水平可以再高一点。对，他介意我和那个学姐一起演出，那我可以不和他演出，但是我想和他演出，他的水平得够啊。对啊，我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提高。这小伙子挺好的。我帮你提升啊，没毛病啊。不是没毛病，他让我去我就去了呗。我就每天当时边工作，然后晚上还要复习啊、备考嘛，最后还是考了一个专升本。他就直接嫌弃我，他说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学习，考一个好的学校，你简直就是完全拿一个文凭而已。我就感觉他把我所有的成果、付出的努力都白费了，否定了我。这本来就是因为他想去学这个的原因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混个文凭。然后，但是我是想让他提高的。行，这个我听懂了。他对你怎么样啊？有好的吗？其实就是我感觉他不宠我，我就想获得一个普通女朋友的待遇就行了。女生都喜欢包包、衣服、化妆品那些都喜欢，他从来不会给我买的。我就是想让你注重精神上的东西啊。哎，对，是精神上的。那些节日，你猜他送我什么？送我一首诗，一首他拉的曲子。不好吗？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当时前面1-2次真的 OK， 但是谁经得住每次都这个样子？每次跟他在一起3年多了，每次都是送诗，每次都是送一首曲子，我真的我接受不了。那可是就像包包那些东西，那其他的男生也会送女朋友啊。我想送你的东西，那都是我觉得最好的，而且我也送给他过就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啊，就是像之前送给他过就是一些书，还有谱子。哎，反正你看，其实我主要想说的是，他对我是精神层面，对不对？他对他自己超级物质。他平时出门从来不会坐交通工具，地铁、公交不会坐，他就出门打车，上下班打车。其实打车久了也贵嘛，他就买了一个车。我就真的觉得很生气。我问他，你出国会带他去吗？我还没有考虑过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能考到哪儿。我也不知道到底带上他合不合适，或者说带上他，他适不适应就是在那个地方的生活。所以其实就是，如果你考上的话，又不能带他什么，你就会自己走了，对吧？可能会啊。在结婚和出国深造之间，你选择一个是选什么？我选出国。你坦诚就行了。就是在你们的情感和他事业发展的上升，如果有冲突的话，他一定选择事业而不是你。听明白了吗？对，我就觉得他很冷血。我们在一起都3年多了，他还是这个样子。行，反正咱聊到这儿了，都聊开了。下面给你听一段你妈妈的这个电话采访，好吧？听一下。玉儿，你也晓得我和你老汉的矛盾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从小就看见我们2个人取民政局好多回了，就是没离成。为了你也努力过，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。现在我们2个离了才晓得，分开了反而会更好。总吵架，对咱们3个人伤害都好大呀。分开了，真的倒是舒服了。我晓得你很不理解，莫怪妈妈，我和你老汉到现在希望你过好就完了。妈妈才想告诉你，以后在感情里不要卑微，不要委曲求全，不要为一个家而去凑合一段感情和婚姻。莫在垃圾堆里死男人，要找上爱你的、疼你的男人，为你付出的人。这妈妈这话讲的生动而形象啊，要找一个爱你的男人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老师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这是阳春白雪遇到了柴米油盐啊，我觉得。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，刚才女生在说到自己父母离婚的那个事儿的时候，男生有一个动作，他把头转向了一边，然后就叹了一口气，很无奈。我觉得他心里的潜台词是，你又拿这个事儿说事儿，就是能够看得出、想象得到，在生活当中你无数次用你父母的婚姻来绑架他，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可理解甚至不可理喻的事情。对，我就是因为他觉得凭什么是我为你的父母的婚姻来买单，对他也不公平，对不对？结婚这件事儿一定是两个人共同的意愿和感受。你知道他要出国的打算，你说你一直在破坏他的这个计划，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好的一点是非常诚实。你说一是要废了他武功，变成生活小白，离不开你，我就想你把你的真心话说说。二就是你要毁掉他的出国计划，这是你所有的你心里面的小心思。你以为你成为了那个他离不开的那个人，你以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像你一样的女人了吗？所以所有的你的心思，你觉得应该结婚，应该要怎么样，都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往那个方向发展。那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男生，你觉得出了国回来之后还是他吗？很难说。我觉得你们俩特别好的一点就都很诚实，所以不要那么着急。如果彼此还欣赏对方，还喜欢对方，那就继续先谈着恋爱，否则的话连眼下的这点时光都过不好，更不用提未来了，好吗？谢谢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莎娜老师。女生身上确实很多问题啊，但是我不是特别的忍心说你，你是一个特别茫然无助的小孩，特别希望通过情感这条纽带，让自己能够去到幸福的彼岸。就好像你现在在水里，特别想抓住一个什么东西能让我靠岸。我的父母，我想抱着他们，但你发现抱不住哦，他们还是离婚了。所以你发现我想要的似乎父母能给我的幸福，他们也给不了我。我想要的似乎爱情、男朋友，我自己的婚姻能给我的幸福，却发现这样一个人，比如说我希望能扶着他上岸，我可能连碰一下他都跑得很远。那怎么才能游向这个幸福的岸边？是不是我们得自己学会游泳啊？是不是我们自己得有去向目的地的能力啊？可是你现在没有啊，因为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别人的身上，你自己没有立在那里啊。我当时觉得这个男生走入你的生活对你是很好的一课。你看他是充满了对未来的人生的规划的，他是有热情的，而你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，就一心只想做个老妈子。所以我给女生的建议是，真的要让自己充实起来，先去学会自己生存、自己幸福、自己快乐的技能，再去谈恋爱，再去说结婚。而男生，我觉得女生说了2次你冷血，我一开始觉得怎么能说自己男朋友冷血呢？但我听来听去，听到最后真的觉得你挺冷血的。你的女朋友哭成那样说我父母要离婚了，我太难过了。我理解你不想用你们的婚姻来去绑住他父母的婚姻，但你那种置身事外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。如果你不能够去换位思考，体恤他，多少能够做一些他希望你做的事儿，那这恋爱谈的干嘛呀？你去追求你的梦想，你去过你接地气的生活，各找各的幸福就好了。我个人真的觉得你们不是很适合啊，希望你们能真正找到对的人，让自己以后的人生更幸福更快乐。谢谢。谢谢杨老师。我说点更冷的啊，我觉得你们2个人都太爱自己而不爱对方，太自私了，都是为自己的感受而活着。女生啊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你的干涉，使你的父母本来不幸福的婚姻还在维持着，名存实亡，他们会幸福吗？我就想，主要是真的就是有一个执念。那是你的执念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就要把自己这种执念强加于父母之上，就凭他们爱你，所以你不顾他们的幸福。他们这种吵架想离婚多久了？很久吧，反正我很久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的自私，导致他们没有更早的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找到那个对的人。他们为你是在维持，实在真是维持不下去了，你还妄图用你的婚姻，用你的孩子去绑架他们，太残忍了。
他们有他们的问题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。他们如果分开了，早早的分开，可能他们各自会很开心。但是就是因为你，他们不开心多年了，就是因为你的执念，就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，你只考虑自己。别看你为他做饭，为他去吵架，为他做什么，但是你还是为你自己。包括要跟他结婚，也是为了捆住父母，何等的残忍！你更冷血呀！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反省。我真的建议你静下心来，多跟自己的母亲聊一聊。母亲在这件事情看得很透的，而且她是最为你着想的那个人，好不好？多听听母亲，她那段感情幸福吗？她受的罪还要在你身上重蹈覆辙吗？听听老人的话，好不好？男生也是一样，你其实就是在利用他。会做饭和要把琴练得特别好，哪件事更难啊？当然是练琴喽。而且你还抱着自己要出国的这个想法，对不对？那是你的自己的事儿嘛。其实我只是希望我可以跟他有一些互补，我并不是说让他业务方面有那么强。你们可能是业务音乐上的知音，但你们一定不是知心的爱人。他无法理解你，也不能接受你追求自己的事业，你觉得会跟他长久吗？所以有什么话咱就说出来，不合适就分开，不要暂时现在这样利用他，好不好？明白，就这样。谢谢曲总。我说女生真傻。我帮你问几个问题啊。男孩，他父母已经离婚了，对吧？对。第一，他现在不为父母而结婚，你接还是不接？第二，他不要彩礼，不要房子，接还是不接？你不用回答，你不会接的。你其实并没有想过真正要跟这个女人结婚，你心里有没有她，其实你非常清楚，你未来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安排她，你也很清楚。如果真的心里没有，或者不能够真的继续，那就好好说明就好了。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。我不知道刚才妈妈说的话你又听懂了吗？或者你真的愿意做了吗？我觉得妈妈的话总结起来可能就一句话，姑娘好好爱自己吧。一个都不能好好爱自己的女人，怎么可能得到男人对你的爱呢？你可以试想一下，在你的过往的恋爱当中，你有好好爱过自己吗？你没有爱自己，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卑微讨好，祈求别人对你好，祈求得不来爱，你是知道的。你既然懂那个道理，那不如多花点时间在自己身上。你可以陪他成长，但是你别忘了自己也需要成长。谢谢周老师。不是，哎，别说他救不了你，你换任何一个男人都救不了你。你哪有说我结婚是为了弥补我父母婚姻的那个离婚的阴影和失败吗？那挺优秀的，你妈说的特好。你找一爱你的，好好跟你谈一场恋爱，好好的结婚生子，要自信嘛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主持人还有就是各位老师说了过后，我才发现音乐是没有天花板的，但是我有，你也有，而我现在就把你抛下了。我不是不爱你，我爱你，但是可能和我想象的婚姻有一点不一样吧。我希望我们的婚姻就水到渠成的，没有任何目的的。我忍受不了分别，我希望你和音乐都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东西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。请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，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不需要借口。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开心就行了。记住老师和你妈说的话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重要的不是依靠什么，是独立而有思想的生活。当然，你们在一起，我们愿意乐见其成吧，好好回家过日子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。好了，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天地吧。